850米后，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将左转。你谈恋爱到结婚花了多长时间？半年，所以其实也算是闪婚。在我结婚那个时候，到那个年龄了，他就是着急，恨嫁2个字写在脸上了。那时候想过这个婚姻会失败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因为我爸妈的感情很幸福，很稳定，而且他就是对家里、对孩子、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可能就是在生活中有很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，就是真的很难。我要橙子，梨，我们不要梨，不能分梨。苹果。我们一拍戏出去几个月，但是每次杀青回北京都会大家聚一下。这些东西我们看着都挺好吃的样子呢。你看还有这个鸡软骨。这3个里边，我最早认识的就是丫丫，因为大家都是邻居，家长们又关系特别好，孩子们又是在一个班上学。就像他说的，没有血缘的亲人。你们吃啥味儿的？后来我通过丫丫认识的娜娜跟温宇，这些玩意儿都有点胖啊，想吃还害怕胖。你说你，我们的共性都是女生，然后经历过婚姻，经历过情感的这些坎坷。哦，这好舒服呀！酒窝今天下课了，有那什么班吗？舞蹈呀，好像是舞蹈。酒窝呢，以后也得考呗，附小啊这种艺术类。太难考了。他有学艺术啊？我感觉他怕他考不上。我觉得没问题，但就是得减肥。我艺考的时候28公斤，但我一直特别瘦，我是我们班偏瘦最瘦的。我记得我2000年的时候，我37公斤，1米6。妈呀！1米63，还不1米64的时候。我从小瘦，但我爸也瘦，我就是瘦型的人。我爸也瘦，我就不遗传我爸。那天是谁来着？就喝完酒一直在那哭，是咱俩一起吗？是谁呀？我说啥哭的呀？我说我们这么大事儿都没哭过。是的。对呀，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都是那种性格很强的人。你记不记得之前还有一个点，说哎，觉得你一个人带着儿子很不容易。就我和他一样，听着话烦的要死。不是，我最讨厌的好几个词儿。哎呀，你真坚强。对呀，你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为母则刚。你有病吧？就是特别讨厌这些词儿。追他的男的说这话，他马上下头给删了。那我能咋的？而且这是我们的生活，我有能力处理好，不是我非得坚强。对啊，没有必要把自己塑造的苦兮兮的。对啊，何必？我们的生活简直不要太好，就已经很好，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。是的，日子过得还能更舒服吗？我想象不到。来吧，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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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灵魂拷问啊，这是我这2天认真的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咱俩是好朋友吗？这怎么不是好朋友啊？怎么有这样的问题呢？但你觉得咱俩是怎么样的一个好朋友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在我心里，就是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拍戏也好几个月不在，也见不着，但是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就是在澳洲出事儿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给我发微信，说你要用钱用多少，你跟我说。就这句话特别感动，你都忘了吧？我就记得当时给我发，我说你找娜娜，你给我发的娜娜微信，是我那个发小说那个你有什么事儿找他。他们拍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不回了，就冥冥之中觉得肯定有事儿，说你得赶紧来了。娜娜房子抵押了是吧？啊，把人保出来，对，朋友在这儿走不了，要跑的话房子收走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种情感是经过事儿的。对，你知道人家律师问说，那你用不用问一下你老公？他说不用。当时就签字了，而且他是当时跟2个孩子还有2老住在一起，确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娜娜还是挺让我敬佩的。我太敬佩了，太虎了。雪儿姐那会儿也是，就拼尽全力了都。
璇儿姐真的挺让我佩服的，拼尽全力，我也真的是，而且那时候一趟一趟往澳洲跑，而且所有的证人全部都得小。就是这些事，其实你算起来也很多年了，但是感觉好像就是在眼前发生的事儿，因为这个事儿你是一辈子忘不了的。其实说实话，那会儿姐救他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原谅他了，然后要继续走下去。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原谅不原谅，是我们先解决问题。就把这个先把人保出来，对吧？先把案子了了，觉得人先回来。对，我那时候就这么想的。但你们俩也是新型的离婚模式，都是一种新的探索感觉。对，离婚了还能一起拍戏合作，还能一起陪孩子呢。但我觉得他们俩真的特别好。今年过年就我们去马来西亚嘛，就朵朵一个比赛。其实那个时候思成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什么戏，宣传期。但因为是朵朵的第一次在国外参加这种唱歌的一个比赛，然后思成就把所有的事情推了，去陪儿子去比赛。就是在孩子最重要的时刻，父母还是应该对，要不缺在席。对孩子来说，就是爸爸妈妈都在，都爱他。对，我也是。我要是拍戏不在的话，就让他爸去陪他的比赛啊什么。因为酒窝比赛演出还特别多。对，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替代父母。是的，虽然情感上我们走不到一起，但别的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去面对的吧？对，是吧？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这几年都成长了吗？就是独身之后，以前总觉得还是有一个依靠，心理上有一个支点吧，现在就是完全靠自己。其实站起来了就站起来了。我们这种人很难不会站起来，站不起来吧？我们都跑起来了。我离婚之后，我就搬过来跟爸妈一块儿住了。赶紧吃啊！你快点吃，一会儿不赶趟。爸，这屋擦的时候你注意点啊，有个珠子碎了。福州县桃为幽入，读莲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处鸣。加油，宝贝，拜拜。然后离婚之后，我妈也被拴住了，特别是我出去拍戏嘛，她也是一直帮我带孩子。沙老师好，包括孩子的教育啊，什么这些都是我妈管。对，其实，在我们家就是基本上都是听我妈的，包括我小时候送我去学舞蹈啊，学小提琴、钢琴，这些都是我妈决定的。我爸就是在家里，就是我妈说啥是啥。写完酒窝，吃什么呢？今天又叫了汉堡，双层的。让你接孩子的时候又晚了，晚了有1分钟。你为什么？你交给你的任务。哎呀，咱不是忘了吗？要晚1分钟也不耽误事儿。感觉分身乏术，就是感觉自己24小时不够用。你不跟我去了吧？舞蹈课妈妈不去了。为啥呀？他有事儿。拜拜。拜拜，加油，宝贝，加油。对，爸，那个酒窝怎么也该洗澡了？该洗澡了。他在干嘛？洗完做镜。行，那现在马上现在8点40了。洗澡早点睡吧，我一会儿回来啊。好。有想过重新进入婚姻吗？我之前跟佟丽娅、跟关月还说呢，我说绝对不会再婚了，就是因为你经历了这么多，就感觉，如果是一个人就更自由嘛。然后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，对婆媳关系这个认知也是仅限于演的这些戏里边的这些。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能处理好这事儿，但是实际你真的是你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你就发现
那电视剧演的只是9牛1毛，我觉得。所以不想自己那么内耗，就是不想自己难受，就要舍弃一些东西了。左转绝对不能再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。我才关窗户来了，你看，我本来说你回来，我就提前把那个窗户打开通通风，结果这是灰老大了，你看看，你看，能看出来吗？这开了多长时间啊？就开了2天。应该只订了灰啊。小易，关闭客厅窗帘。把这个床单被罩也换好了，我现在晾干了，我一会儿把它收了。那你几点回去啊？我一会儿回去呗，弄完了我就回去了。行，那我估计我是不是落地你就睡了？啊？我说我是不是估计我落地你就睡了？上这吗？那你自己个人情感现在是什么状态呢？我现在个人情感可能，我现在2婚嘛，就是已经2婚了。你不是说不结婚吗？对，但是，就是感觉就是打脸，打脸。你那个，就是你有一个依靠，有个寄托，感觉有一个人会，就是记挂着你，然后就是总是在关心你，对。你别折腾了，累啥了？我一会儿回去操吧。好，那我就那啥了啊。行吧。好。我落地给你发信息吧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你别对着桌子呀，你怎么对你自己？我以为对着我呢。你一直对的是桌子，我就在跟一张桌子说话。好了，我飞了啊，拜拜，老婆。拜拜，爱你哦。拜拜。拜拜。爱你哦。拜拜。这个听吗 ？Hello。哎呀 ，Hello， 姐好，哎呀，都已经煮熟了。坐吧，姐，来。今儿这个状态啊，非常不错，可以说又飒又美啊。还得是这么帅啊！我新买的衣服就为了跟你们吃饭。坐，请坐。哇！你是哪儿的姐？东北黑龙江的。黑龙江哪儿的？河南齐齐哈尔的。啊，我家是牡丹江的。我们仨是老乡，我是宜春的。我牡丹江女的。1年1度喜剧大赛第2季获得年度喜剧小队第1名的是某某某。好啦！今日一战，必祝你大获全胜。兄弟，你写了一封遗书，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别人给发现了，得多尴尬呀！唯一呢，今天也请来了那个好朋友董璇老师，是吧？对，董璇老师好，谢谢。我觉得他们都太棒了，每个人都。所以你是那时候动的歪心，不是？你是那时候动的这个，是吧？真不是。哦，不是，那是啥时候？那是什么时候？那个时候其实我跟唯一还没好，那时候。就是我俩18年就认识了。我俩18年那会儿就是说那个演这话剧的时候认识的，然后我们就演完了以后就加了个微信，吃了个饭，也就这样了。然后基本就是有事儿的时候才会联系一下。对，我就是要话剧票的时候就给他发信息。对。那时候备注是他可以要票是吧？黄牛一啊。你备注我是黄牛一是吗？括弧只限于话剧，音乐为啥都是要不？因为没资源，只有话剧资源。不灵。话剧就。
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去拍《拆案3》嘛，去串嘛。孙大帅，你怎么答应我们的？不是说不为难阿强了吗？阿强？什么阿强？因为我看完剧本之后，我第一时间我给那个就是我们的制片人，我打电话，我说这个大帅角色谁演？他说那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？我就把他的百度百科给甩过去了啊！不，我先要了你的资料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有没有演员资料给我？你没理由，就是这个人突然从你脑海里蹦出来了。不是要了好几次票吗？啊，你好，我要了，礼尚往来。周一，括号不要钱，要戏。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不是这个。有一天，你不是有一个朋友过来探班吗？从杭州来的一个朋友。哦，赵梦彻。对啊，来探班，然后当天晚上完事儿，他探完班晚上去吃饭去了。他也是喝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俩一直玩游戏，就是那个玩骰子15、20，然后怎么地的，就是你有点不高兴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我有点不高兴了。哎呦啊，我都不知道，就是他高兴了，你不高兴了。对，我不高兴，我都不知道这事。那个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涟漪了。哎呀，赵梦彻知道这事儿可开心了，他成催化剂了，是吧？浅浅的记录一下，都在焦急的等待当中。璇儿姐到底发没发现？应该目前不会。怕唯一露馅儿，你知道吗？怕他露馅儿。璇儿大概有15分钟就到了，你要不现在过来呀？我去趟卫生间。定个场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你不用解释，我能理解。我也是弟弟这么紧张。陈天骄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我想现在就把欠你的还给你。怎么还？拿什么还？一辈子。你真恶心！陈天骄，我们结婚吧。谁？陈天骄。再说车素薇，雪花女神龙，好好说。紫霞仙子，张大宝，你真磨叽，你让他说。行，张唯一，交给你了。我从来不相信婚姻，我甚至一度认为我自己不太可能结婚。但是，直到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，你让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其实并不是婚姻不靠谱，是因为我没有遇到那个靠谱的、善良的、可爱的你。大家都知道，因为2022年，我失去了很多。好在老天爷对我不薄，让我在2023年我碰到了你。今天我想说的是，小晨晨想全部参与你接下来的余生。欢欢，嫁给我吧。愿意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其实我也觉得他挺勇敢的，就是敢选择我。是吗？我觉得他挺勇敢的，一般男生不敢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多麻烦呀！你找一个没有这些情感经历和婚姻经历的，不是更简单吗？对，毕竟还有孩子嘛，也跟别人情况不一样。